就坎昆本地的市区啊，他们是流行用这个滴滴打车软件。但它其实是块蘑菇。我亲爱的朋友，欢迎来到 Lumi。我跟露露这次来到了墨西哥。我们这次计划历时3个星期，带大家深入探索墨西哥的9个城市。吃最地道的本地美食，寻找宝藏美景，体会风土人情。让我们一起出发吧！哎呀，今天天气真多变啊！刚才还瓢泼大雨，你看海上一个这么大的彩虹，有点稍微不清楚，但是能看出来。我跟露露今天就要离开这个坎控的这个酒店区域了。后边的话呢，我们把车已经还掉了，所以说呢后面就没有车了。我们要第一次打车，晚上呢还会住在坎控。这次呢我们就在坎控的城里面转一转。我们今天临走了，再来这个意大利餐厅呢蹭一顿午饭再走。然后我们跟露露都点了2样菜，一会儿上来以后给大家看一下。那前菜呢，就是有一个自助餐，可以来这随便吃点前菜。然后呢，它主菜呢有一个单子，可以跟他们选要主菜。之前我们来这个意大利餐厅吃了中餐，吃了午餐，我当时就注意到旁边人点的这些 main dish， 我觉得特别的诱人。不过那天胃口不是很好，今天我就来尝尝他们家这个香气四溢的羊排吧。哎呀，看起来真的是很不错的。哎呀，这个羊排看起来很嫩啊，淡淡的粉色。哎呀，闻起来就很香，让我来尝一尝。真是让人幸福的味道。这家餐厅今天中午来真的没选错，这羊排超好吃，这个羊肉的质量真的是非常好，就是一点腥膻味都没有，只有那种羊肉本身那种奶香的味道。而且它关键是它这种烧烤只烤了表面脆脆一层，里面还是非常 juicy 的，所以保留了这个羊肉最本真的味道，最纯正的味道。当我吃到美好的东西，像这个羊排的时候，我就不喜欢说话，就喜欢慢慢的细细的品它的味道，实在是太香了。哎呀，这个意大利大厨给个赞，1星。我点的这一款呢是一个菲力的牛排，底下是 pasta 酱，上面还有一小块鹅肝。让我来尝尝它这个牛肉怎么样。你看这个牛肉剁上去也是软乎乎的，看看口感怎么样。口感是很好吃的，它是炖牛肉的感觉，有点酱香味儿，汁水是蛮丰富的，好吃的。来这个酒店吃午餐只有2个选择，一是自助餐厅，2是这家，但是我觉得这家的质量要比自助餐厅高很多。我觉得这个全包酒店还是不错的。你怎么弄我干嘛呀？我们住的这个全包酒店叫做 Real Palace Panasola， 这个酒店算是坎控酒店区域里面5星级酒店里面相对来说比较经济实惠的。而且餐厅选择特别多，一共7、8个餐厅啊，我们基本上都吃过来了，基本上都挺好吃的。我觉得总体来说，这个餐厅的水准。满分5颗星的话，我给个4.2吧。我觉得酒店设施呢也还可以，我觉得下面的公共区域呢，我觉得都挺大的。然后呢，有5个泳池，酒吧也有不少，然后海滩我觉得也是挺好的，海滩椅啊，沙滩上面给你送饮料、送吃的，各种服务都是挺到位的。房间的话，房间挺大的，说旧吧也不旧，但是也不能算是特别新，毕竟这个酒店也是有一些年了。主要这个房间啊，空间感很好，而且阳台特别大，就每一个房间的阳台都基本上都有海景，只是说它是正对着大海还是说侧对着大海。所以来这边度假的嘛，看的就是这片海嘛，所以我觉得这个酒店还是值得推荐的。值得推荐的，性价比很好。我们在墨西哥的行程已经过去1大半了。
今天我们会在坎控的市区转一转，明天我们就要先坐大巴，再坐轮渡去这边的一个小岛，去感受几天墨西哥的海岛风情。我们现在从这个坎控的酒店出来了，现在已经在出租车里面，这是我们第一次打出租车。对，刚才我们和这个坎昆本地的出租车司机聊天，我们惊奇的发现，他们这边就坎昆本地的市区啊，他们是流行用这个滴滴打车软件。对，这个让我非常震惊。我先开始还因为北美这边是 Uber 嘛，我还试了 Uber 不能用，我觉得哎呀这边估计是不行了，就得在路上拦了。没想到可以用滴滴，我的这个更好啊。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坎控Central了，就是坎控市中心这片区域。我们今天晚上应该住的就是这里。走，我们先过去。这公寓长得还挺奇特的。我们这个 Airbnb 房间不错啊。走吧，我们去那个出去转转。我们现在在这个我们新进来的 Airbnb 这个天台上面。我们住的这个 Airbnb 呢，离这个就是坎控很有名的就是28号市场很近，我们准备走到28号市场那边转一转。我们马上就要到 Market 28了，这个是坎控非常著名的，也好像应该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小商品市场。这可以吃面了，在家喝个燕麦片之类的。啊，亲爱的，你看，这一袋海螺，这让我想起小时候那时候在国内去大连的时候也是的。你看这个更有意思啊，两只 dolphin， 还有一个小沙漏，小拖鞋。你看这个一对一对的啊，这个是他们玛雅人的那个。这个市场还蛮大的，我们已经转了好多条这种小街了，还没有转完。但是我觉得卖的东西都差不太多，就那些东西。之前我们在转不同的市场的时候，也大部分东西也都看见过。我们家要是买个这个玩意儿，亲爱的，搭着厨房那个架子上面，难看也难看死。人家不懂艺术，那个颜色确实有点丑，但这个不是还可以。这帽，这是牛仔的帽子，我能戴吗？嗯，这个跟那个差不多。这帽不行，这像这个像太阳马戏团。我觉得你应该跟他合个影。这样。我们在坎控的28号市场逛得很开心，这面是真的大，可以满足一切购买墨西哥小旅游纪念品的需求。我们来了墨西哥2周了，都没有机会吃到中餐。我们这个中国胃对中餐还是非常想念的。我们发现这边有家中餐厅，晚上准备去试一试。我们到了一个这个墨西哥特别有亚洲建筑风格的一个小广场，我感觉生意不行呀，里面唯一一家中国店的是一家中国餐馆，我们准备进去试一下。来，香港，喏，香港就是那家。这家餐厅刚才迎接我们的是个墨西哥的这个前台，感觉不是很地道的中餐馆。虽然它叫香港，但工作人员好像没有华人。我们现在进到这个香港这家餐厅里面坐下了，就我们一家客人，太恐怖了。然后呢，那边大部分这个餐厅呢都是黑的，不过这个餐厅本身还是挺大的。Thank you。你还别说，真有点中国版番茄蛋汤的味道。就是把鸡蛋跟番茄扔在水里，真的很意思。那也不一样啊，对不对？能在坎昆喝到中国版番茄蛋汤。嘿，你还别说，你知道这个汤里加了一样什么东西吗？对。加了一款香油味。这个番茄蛋汤，还有点80%的正宗的。
真的让我惊讶呀！我点这个菜是叫做牛肉四季豆，朋友们看一下这个牛肉的比例啊，牛肉就这么大，这道菜就应该叫干煸四季豆。刚才吃这个鸭肉这道菜，我和 Michael 又发现了一个搞笑的事实，这个整一盘数过去啊，大概有8片鸭肉。不过呢，大家仔细看，这一块是不是看起来也特别像鸭肉，跟鸭肉颜色很像，但是它其实是块，但它其实是块蘑菇，长得像鸭肉的蘑菇在这滥竽充数。它基本上就是一片鸭肉一片蘑菇来看出来，放在一起毫无违和感。如果有中国来这边的小伙伴，如果是实在是特别真的就是想吃中餐的话，可以来这家。如果想尝尝这边中餐有多好吃，就不用来了。我们今天早上在出租车上了，第一次使用滴滴打车，很成功。我们现在要去这个 Cancun 的一个 ADO 一个长途巴士的总站，从这面呢，我们坐巴士去 Playa del Carmen， 然后再从那儿坐 ferry 这个轮渡去这个 Cozumel 这个岛。这个 ADO 巴士站还人很多的，到处都是车跟人。ADO 长途巴士非常方便，可以去墨西哥的很多城市，而且价格实惠。我们从 Cancun 到 Playa del Carmen 的车票只要98比索，也就是7块多加币。我跟露露现在到了 Playa del Carmen 了。Playa del Carmen 第5大道人还是这么多呀，乌泱乌泱的。我们现在准备找那个坐船的卖票的地方。我们马上要到的 Cozumel 小岛距离 Cancun 还是有点远的，不过人也少很多。不过我跟露露就是想避开众多的游客，在这边好好体验几天加勒比海的海岛风情。我们订了一个 Airbnb， 然后呢，我们应该是到了 Airbnb 的这个门口了。我们给那个 Airbnb 主人联系一下，看看能不能进去，是不是这儿 ？OK, thank you。这个房间还不错，这个就是一个公寓，像这面是客厅，还有厨房，这边呢是卫生间，然后呢这边呢是卧室，都挺好的，都有，什么都有。然后这面还有一个那个洗衣房，所以说空间挺大的。我们在这面呢住3天。我们在这个民宿休息了一段时间，准备去海边转一转。我们住的地方到海边大约要走个5-6分钟的样子。路上看到了一家应该是中餐厅，叫好好餐厅，不过关门。如果开门的话，我们还想进去看一眼。Sometimes I can't understand how it can be so hard to stay out of pain. But with you everything has changed, even though we both stay the same. 我跟露露现在在这个 Cozumel 的这面发现了一个城市广场，这边有一些摆地摊呐什么的。还是有一些游客，但是人不是特别多，而且到晚上了以后，那些游轮的人已经走了，所以说这边的人呢就还可以。喜欢我们视频的朋友，请一定要给我们点赞加订阅。下一期视频我们继续在 Cozumel 这个休闲的小岛逛吃，我们下期再见。我们看到了一家没有名字的一个绿色门脸的这么一个卖 taco 的一个小店。里面好香，我跟露露准备明天过来试一下这家。